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 ，EV 这个课题呢，其实早在2018、2019就开始讲了的。After 这个疫情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很多国家已经开始落实 EV 的政策，包括我们大马。所以当时候2020财政预算案就已经开始讲到这个新能源的政策，所以大马也是其中一个参与的国家啦。我找了蛮多的资料和大家做一个分享。所以大家要听的话，记得帮我点赞，帮我把今天的这个视频给分享出去 ，OK？ 所以我们来聊一下下一家 EV 概念股。那么呢，最近我们也看到几则跟 EV 相关的新闻，如果你有留意到的话啦，最近比较轰动的其中一个就是 CFM 他们的公司就跟这个泰国的一家公司哦，就是展开了合作，把他们旗下的电动巴士呢引进到大马，他们也要把这个巴士租给我们的政府。那么除了 CFM 以外，新达币正式引进了比亚迪。如果你有研究 EV 的话，或者你有稍微看中国博主 TikTok， 他们时常都会分享这些电动汽车的。比亚迪它是数一数二的这个电动汽车制造商，而且它的这个汽车呢已经出口到非常多的国家了。因为比亚迪的这个技术其实是很成熟的 ，OK， 它甚至是跟 Tesla 有的范的那一种。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 ，Petronas 我们的国油。最近也 announce 了增设他们的快充电动汽车的这一个充电站，这一个也是 EV 相关的新闻，所以为什么市场会开始谈论起来关于 EV？ 所以在更多 EV 概念股出来之前肯定要先马先炮，不是马后炮，因为最近我有做了很多的功课关于这一块领域。代理商来讲呢，其实我们讲真正有在看到 EV 的是单中先引进了 Nissan Leaf。后续新达币也就跟上脚步了，就引进了 Mini Cooper SE， 后续也是引进了这个 Taycan EV。然后 after that 呢，你会看到有 Tesla、Mercedes、BMW、Kia、Volvo， 2020年就开始全部就进来了。然后 Mazda、Peugeot， 然后甚至是本地的品牌 Perodua、Proton 你看到最近的新闻呢，也是讲在探讨进军 EV 这一块。Perodua 呢，在最近他们已经有开始出 Hybrid 的车款。这些厂商他们提前做好准备，因为这个趋势，所以当时我有跟你们讲过嘛，这个趋势是一个很大的趋势 ，OK， 把这个燃油车给慢慢的淘汰掉，所以这个是你必须接受的事实。在这个趋势里面呢，你就必须要找到的是什么？真正可以迎合趋势成长的公司。我个人呢，有开始去关注什么？中国引进的电动汽车，在全世界10大品牌里面。EV 相关的品牌中国就占了多少大？5大，各位大家都知道 Tesla 是我们全世界 EV 的龙头，那么第2名就是比亚迪，这一个比亚迪是目前中国 EV 销售最高的电动汽车。这个比亚迪为什么会那么强？除了它技术成熟以外，还有一个重点，价格，它的价格是绝对可以和 Tesla fight 所以这个也是第2个在中国的一大买点。全球10大 EV 品牌里面，中国占了5家，所以中国在 EV 这一块其实除了成熟以外呢，它的这一个竞争也是非常的大。所以在竞争大的情况之下呢，这个价格就会成为一个关键。新达币管理层有讲好，首批进来的那个车款呢，预计售价会在150千左右各位，这个就是 EV 的趋势在大马的转折点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EV。价格都是比较高的，所以一般的消费者是负担不起的。坦白讲，这个价格就会成为什么？整个大马 EV 的一个转折点。因为当价格越来越低的时候，或者是说越来越亲民的时候呢，就会有更多消费者去接受它。当中国品牌引进到大马的时候，它就会成为这个价格战里面的佼佼者。吉利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，是不是很轰动？为什么那个销量一直在持续着高涨？就是因为它的价格第一亲民，第2它给的 spec 不输那些高的品牌。当这些在中国卖到非常好，在全世界卖到非常好的电动汽车引进大马的时候呢，它就可以跟市场目前所有的这些 EV 代理商可以很好的 fight， 而且也可以提高什么普通市民的参与率。我们讲了比亚迪过后呢，我们讲另外一家，因为呢，我刚刚有讲了，10大里面呢有5家是中国品牌，那么排在比亚迪之后的就叫一个上汽集团。
这个集团呢来头不小，各位，整个汽车销售量，各位，上汽集团它是整个中国的 No.1，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对象就是 MG。其实，在2019年啊 ，MG 就想要进来大马的，单中啊，它目前是MG 越南的主要代理商。单中会不会把这一个代理呢引进到大马？到了今天呢，依旧是没有听到消息关于这一块。后来就是在前阵子的时候啊 ，MG 呢又重新探讨进入大马，而且是已经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代理商，而且这一次它引进的这个车款呢，将会直接引进 EV， 因为之前 MG 已经在我们大马路上在测路了的。MG 这个品牌啊，是100年啊，各位100年以上的一个品牌来的。今天这一个 MG 啊，它的妈妈就是上汽集团，它是全世界汽车销售量第3名啊，各位，也是目前世界500强企业。如果这一个上市公司能够成功啊引进这一个品牌的话啦，那么它会非常有看头，因为这一个品牌呢，它可以跟我们这个比亚迪排坐，它的竞争优势会在那边，因为价格。新达 B 其实它算是我们大马比较完善的一个 EV 领先者，它旗下其实本身也是已经有充电桩了的，可以去应付这些消费者所要的需求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，如果 MG 要进来的话，这个代理商他也必须要很完善，他才能够真正的去跟这一种比较大的集团 fight。如果他能够引进的话，他会是成为新达 B 跟下一个能够竞争的一个上市公司。我们有做一些功课，有一些公司他们有讲要进军 EV 的，其实蛮多的各位。目前有公开探讨进军 EV 领域的还有 EPMB、CS、HX、Next， 然后 Darwin、CFM， 然后还有 Peka。在去年11月的时候呢，他也是有讲他要进军 EV，OK， 包括把这些电池设备给代理回来。我们先讲手套股，再到疫苗股啦。你看到什么东西？讲要进军手套，讲要销售手套的公司多嘛，各位？可是到最后怎么样啊？这些公司，或者我们讲一下疫苗，当时候也蛮多公司讲要进军疫苗的代理，到今天为止呢，你去看一下他们的业务有动静吗？或者说他们的这个 profit 有带回来有没有？手套概念股、疫苗概念股，他们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就是他们没有这种经验。或是说他们根本没有这种资格进军这一个领域。我个人是认为啦，这个叫什么？市场每次讲的那句话吧，空手套白狼。今天我们来到 EV 就好，会不会有这些公司会变成空手套白狼的案例？所以你看啊，我们已经有这样子的经验了。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要什么？加强自己做功课的能力，真正的去找出哪一些公司啊是有这个条件，那么你才可以有资格成为 EV 概念股不然只是白谈。基本面强、现金健康的这种就可以去关注。更多公司里面我个人OK 是比较看好 Peka 的。Peka 本身基本面强，现金够多，而且如果你有回顾它的历史，他们在进入这个汽车皮革的时候他们亏了接近8年的时间，他们才把这一个生意给做好。所以，如果今天他没有这个准备的话，我相信他也不会去谈要进军 EV 这一块了。那么下一家或者是能够引进这些设备、这些中国品牌，或者是说做这些电动充电桩的 ，OK， 他有没有办法成为 EV 概念股？就是你的基本条件要足够，要可以应付，你才可以成为下一家真的可以受到关注的 EV 概念股。所以希望我这样子的分享呢，你就对整个 EV 有更深入的概念。所以我刚才讲了这么多公司，哪一家你会比较看好的，你可以在下面打上来，先打上一个666，有其他东西的话，然后记得我们有 YouTube、Telegram、Instagram、Facebook 记得去 follow 我们的平台啦。不同平台有不同的元素如果你要 join 我们的这个学员群，记得可以私信我。OK，so 拜拜。那么我们讲完这些过后呢，我们再讲一下，如果大马要走向 EV， 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截至最新的数据OK， 大马的充电站OK 不到1000座，非常的少，各位。在大马，我们 EV 的品牌已经来到接近20个了，为什么还是没有看到普及化？那么它是我们讲整个 EV 的转折点，
所以当越来越多人能够接触到 EV 的时候呢，这一个市占率才会真正的提升。